Fellow 最近出了一台意式咖啡机。Fellow 这个牌子最有名就是手冲壶嘛，它控温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台机器我对它的控温也是相当有信心。这边30公分左右，很矮哦，30公分，深度40而已。一般大家厨房空间不会没有办法那么高了，这么小里面要挤很多功能进去了。左边有一个旋钮，这就是 Fellow 他们一直以来的操作逻辑嘛。然后上面有3个按钮，分别是萃取、蒸汽、热水。这个握把是有一个分流的，我喜欢用无底的，所以我都会把它拔掉，很简单，就变无底的。蒸汽管可以调，但是重点是前面有一个尖尖的，它控制温度的方法就是从这个温度计。意式机的加热一定是比手冲壶复杂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有一个加热系统的专利，它中间呢有一个小小的锅炉，225毫升的，很少哦，但是你做浓缩一定够嘛。那热水在进锅炉之前呢，会预先加热。萃取的时候，冲煮头有另外一个加热块。咖啡机在用的时候不是要预浸吗？预浸它水这样抽上来，打过来就是凉凉的。但如果它先预热，然后又有小锅炉，到这边再控温，这个温度落差比较低嘛，它就比较接近你要设定的温度，对不对？它有个功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好像有个导师指导你，这边有一个叫 Make Drink， 它里面就有 Americano 啊、什么 Espresso 啊之类的。我们来做拿铁好了，好不好？他会跟你说，先磨个18克的粉，磨好会自己停。18克的粉准备好了，然后按它就开始萃取了。它会先预浸一下，预浸到了，然后再就开始压力升上来了，好，出来了，好的嘛，它就给你看它你萃取的曲线长这样，萃取完它萤幕就会提示你说你要放180cc 的牛奶，它打奶泡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先放进去的，好，放进去。按旁边会及时告诉你牛奶已经到几度了。好，我们就放着给它打，到65它自己会停了吗？萤幕会显示说你要把这个蒸汽棒拿起来放回去，它自己会清，这样就可以做你的拿铁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它内建一个教练系统，跟你讲你要准备什么干嘛干嘛的。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啰嗦了，但是如果对那种很新手的人，可能有点帮助。Make Drink 里面也有做美式咖啡的部分，但是我们这次不要用，我们用它有一个叫做 Profile 的功能。Profile 里面它会跟你说，你是用什么豆啊？浅焙豆、深焙豆、中焙。那我们用这个 Classic 98，好，按了它就准备萃取了。然后这边就会尽量控制它，把自己控制在9个bar，它控制它出水量。我们做35秒，好，到了我们就按。这边不是有个热水按钮吗？我们就按下去，它这里会出水，而且你可以调哦，73度，然后几 cc 呢？多一点，或者是你可以到了，然后按停。热美式就做好了嘛？我觉得这个灵活性会比较高了哈，所以你可以不用透过它那个 Make Drink 来做，你也可以就透过这3个按钮。然后刚刚我们用的这个 Profile 是 Classic 的9 bar 嘛，对不对？它这个 Profile 你是可以自己设的，它是可以分很多段，然后每一段多少压力、多少温度、持续时间多长，这是很高阶机器才有的功能。那它有出一个 App， 你在 App 里面设会比这个转盘快。它这台机是可以跟手机连线，所以你 Profile 可以同步过来。但是我觉得它本身的这个 Classic 9 bar 就非常好用，它这个显示界面目前是英文的嘛，等台湾正式发售的时候是会有中文版本，你可以自己选择切换。等我们直接
用这个 Classic 奶爸来做一个拿铁，然后是我自己手动参与比较多的。按，预计5秒之后开始萃取。它的蒸汽是你萃取完可以马上切换过来的。它这个马上可以切换蒸汽，其实是相当厉害的，因为你要知道蒸汽的温度比浓缩的温度高，对不对？那它怎么样瞬间达到？就是靠它那一套加热系统，它有一个控制法，当你切到蒸汽模式的时候，它会很快速，直接让温度拉上来。然后我这边我是用56度，它到了它自己会停。把它放回去，它就会自己清理了。我们就不用管它，直接做我们该做的事就可以了。它里面有很多 profile 的设定哈，它预设的，其实都蛮好玩的哦。有什么 turbo 的，有什么光滑这个切换的，各式各样，很多花样。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，或者是你自己设定一个试试看。所以这个大概了解了哈。这个它有 make drink， 你可以按照它的指引，对不对？做各式各样的咖啡，常见的。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用 profile 的功能，你可以调整你自己的萃取的曲线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觉得它原本那个 Classic 奶爸就很好用，过阵子 Goodman 也会开箱，你们可以看看，它有别的颜色。那按照惯例啊，先讲缺点，再讲优点。这一台 Fellow 的 Espresso Series One 啊，我在去年咖啡展就有看到，就是它操作的想法跟一些机器比较不一样啊。但我们要先讲缺点，对不对？缺点第一个，塑胶不是很喜欢，它不能同时萃取跟打牛奶。它做到的事情是萃取完可以马上打牛奶。还有一个缺点是我们开头不是有讲它的加热系统3阶段吗？先预热进小锅炉，小锅炉只有225cc， 比较小，就是它连续出杯的能力就不会太强。那你一杯一杯 OK 的，或者你要做大量的出热水，泡面连续泡3碗这种，它可能没办法。小虽然反应快，但是它的量就不够。再一个缺点是它没有什么称重功能嘛，你要自己准备电子秤啊，因为它的专长在于控制温度嘛，控制重量这个它就比较没办法，所以是美中不足嘛啊。我觉得转盘这个操控啊，因为这机身比较矮，那它转盘要坐在侧边，所以变成你在操作的时候常常需要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常常需要这样子才看得到。好，所以我会比较推荐是直接用上面这3个按钮，你设定好以后，之后就用这3个按钮，操作起来就比较顺。这是我觉得缺点。再一个缺点，好像我有点强人所难哈，但我个人期待要有的，就它没有办法自动进出水嘛。它现在是配2公升的水箱，因为它就是给家用储备量不大的人使用的。优点的话呢，它这个3段式的加热系统非常厉害哦，开机2分钟可以用。比如说我现在水要90度，马上90度，这水马上95度，那你就想说这加热快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可以冲上去。那如果我要80度呢？怎么办？降温怎么降？所以它其实里面控制的不止升温，还有降温哦，会把冷水及时混合出来。所以你在这边出热水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控制它。所以我觉得这台控温是最厉害的。优点呢，还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啦哈，就是它这个把手是58的，粉杯啊可以选你自己选厉害的，其实市面上很多可以让你换，这通用性比较强，好不会被它绑定，那我觉得很好。它里面的这个比如说 make drink 啊 profile 的功能，其实做的非常的细。新手来用的话，它引导你嘛。那这个 profile 的功能呢，它可以做到分段嘛，
然后每一次持续多长时间，这个设定很细很细，这个要很高阶的机器才有。就是说你新手买用起来他会教你，对不对？这个导师你如果是老手，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以加进去，然后他帮你实现。主要还是因为它控温很好，所以它可以各种温度调配嘛。再一个优点就是它蒸汽呢，你可以根据确实的温度，它自己会停，放下也会自动清理，这个里面不会卡牛奶，我觉得也蛮重要的。它跟其他人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好，这是它的优点。再一个呢，体积很小，美不美呢？我个人觉得是整体看起来很简洁。今天这个 Fellow 咖啡机开箱到这边啊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